前面就是澳洲皇家植物园的其中一个入口处。这是一个非常古色古香的植物园，其实跟很多植物园都差不多一样，尤其是英国统治下的，比如像新加坡一样，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吧。这是一个喷水池，前面有一个玻璃房。好，继续走下去。其实今天的天气真的是超级无敌好。前2-3天吧，前面有一个类似婚礼的仪式，要不要去看看？好了，就不打扰行人了，继续走下去吧。在温带的植物园，对，温带的植物园跟热带的植物园，如新加坡，它们最大的分别就是这里的花真的是开的比较多。新加坡的博物园真的是你很少能看到花朵的，这里如果来的季节对的话，应该是春天吧，应该可以看到更多的花朵。不过现在是冬末了，应该是对，春天几个月后就到了。再走进另外一个区域，还不知道这些长在树上的这些 area plant 是什么东西。不过呢，最近好像在新加坡越来越多有这种植物在种了。这里是南非洲花园。就可以看到南非那一带的植物。大体上，植物园多多少少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唯独这个悉尼皇家博物园，它的特点，我认为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在海湾的旁边，所以呢，你不只能看到植物，你还可以看到湖水，或者是海水，或者是什么水。而最大的惊喜呢，你将会看到。看到吗？最大的惊喜就是能看到澳洲的 iconic building。那个是金钱都买不到的。后面就是悉尼大桥，前面就是澳洲悉尼歌剧院。这里似乎是一个海湾。这里就是悉尼植物园，
看到吗？看到那个 Sydney Tower。其实他们说悉尼或者是整个澳洲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我真的还赞成的。这里的生活素质真的是比其他的城市相当高。澳洲不怎么好的地方就是一来它的物价真的是很高，对，对于我一个来自新加坡的人来说，我都感觉到这里的物价真的是还蛮难受的。第二点是澳洲它是处于在一个南半球吧，就是一个角落，对。你是一个澳洲是一个很大的州，其实一个 continent， 所以呢，你从东边到西边，至少都要飞2-3个小时吧，3-4个小时应该是，对。更何况离开澳洲本土，就比如从悉尼到新加坡，至少都要7个钟头了。如果呢飞到别的地方呢，如中东、欧洲、美洲，可想而知。我其中一个同事，他是从英国飞进来，他是跟我说，他花了大概36个钟头到40个钟头之间吧，就是从他家门在英国，然后呢到澳洲，哇，40个钟头的旅途真的是无法想象。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的不好之处。远处是一个半岛，对，你从那个角落只看着悉尼歌剧院的那个角度是非常好的。现在呢，我是要离开植物园了，走向 Sydney Opera House 的方向。好了，现在走出Sydney Botanical Garden， 看，如果你是要拍这些照片的话，我觉得建议你来这里。要不是我现在在赶着去赴下一个 appointment， 我是可以慢慢在这里享受的。Negotiating tricky trade deals is a shocker. But look, there's a quokka. That's what you need. Quokka is what you need. Glorious United Kingdom. Lean on your wingmen and women. We'll clear your head. Sausage and bread. We'll go to the beach. Then tuck you in bed. Don't bite your nails to the cuticles. And when it crosses my studios. Nothing that makes it so national great. It's radio. Yes, when everything's a test. Call your besties across the ocean. Sisters and brothers. We know you think you're above us, but deep down you love us. You just repress emotion. But we'll
So see you soon then, yeah?